大展宏图，真的有料！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再度收看我们节目，我是轮源投顾洪兆相。那今天是做记体的第3天啊，那为什么要连续3天都做记体啊？因为今天有新的事项要跟投资朋友做报告。那今天记体的走势，颗粒厂跟模组厂分歧，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其实最近的记体的利多很多啦，那包含三星宣布LPDDR4X 大概供货到年底，那明年初就不供货了。那台股有没有转单的红利？那包含日本青森大地震、凯霞2座工厂可能会停工，损失产能5到8%。可是呢，台股的颗粒厂不表现，为什么？是因为时间未到吗？还是休息一天，明天喝完再上？马上跟各位投资朋友解析清楚。好，现在来看国际记忆体的表现哦。这张表今天做了一个更新啦哈。那红色的部分代表就是这段时间涨幅超过 10% 的哦，这3天，那其中涨最多就是凯霞哦，所以日本的股市也有很特别的地方，凯霞地震哦要停工啊，结果它在上涨。哦，所以人家也不见得是叫不来啦，反正最近哦，这个多头市场常常会有那一些所谓的出乎意料的事件哦，所以为什么要看股票？为什么要看趋势？原因在这里。那另外一档涨的比较多的是海力士哦，原先是 40%， 那目前增加到 50%。那其他4档变化不大，新地还小跌。那三星小涨，那三星要停工啦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整体的事件啊，那有些没有注意到的投资朋友，马上跟上最新的进度。好，我们来看。那么在往下讲之前，有件事跟投资朋友做报告。大象老师发觉2档吃货最多的记忆体大厂，就是大咖已经进来吃货了。那么记忆体我先下结论，这基本面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好，虽然有杂音，但是杂音并没有妨碍它的一个长期的基本面、长期的趋势，所以修正完毕就一定会涨，那就看什么时候修正完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各位报告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那么最重要的是，先吃货的一定会比其他来得强，先吃货的有急杀有拉回，可以做买进。那有2档吃货吃很多，那想知道少赖进来，留下通关谜语GET 记忆体，就可以拿到我们这2档股票。那这2档股票大象老师弄得很清楚，包含每个阶段它大户的持股多少，包含怎么建议接下来怎么做操作，都会在这份资料里面。那么先让各位看一下，这是4月7号我们节目公开讨论的大象老师做了一个投顾节目的创举，在4月7号这个数字很重要4月7号3月的营收还没公布，我们就敢预估记忆体股第一季的 EPS 获利。那到目前只有2档公开，来我们看实际数字，宇瞻 14.54， 那我们那时候估的是14加，就是14比14会多南亚估计是最后出来说是 8.41， 我们那时候估出来是8加，不信你可以去看我们4月7号的节目，都挂在我们 YouTube 的频道上面所以这个证明我们的研究团队功力很深厚啦。你看估的多准，当然可能有些估的到最后不是很准，因为像业外我们没有办法算就有什么业外收益，什么汇损啦，或者是什么处分财产损失啦就像利基电我们就不估了嘛，因为它那笔处分财产损失占它的一个第一季的获利可能会差很多，实际出来数是第一季它好像赚3块多了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事先估，所以在这里不讨论可能会有误差，但是从新刚公布的这2档证明我们估计能力是很强，也证明大象团队的一个所谓的实力好，那回来估得准，因为大象老师估得准，大象老师说基本面没有大问题，你才会相信嘛。如果连 EPS 都估不准，对不对？你看那个数字比投顾比那个投信还有什么大摩估的还准你回去看
大摩他估的报告，回去看台湾那几家大家估的报告，没有大象老师准。这骗不了人的。你4月7号看我节目有没有把这数字列上去，然后你再去翻他的报告，拍谁我们比他准。好，那先来讲三星罢工的时间表。他3月18号过去的事投票通过要罢工嘛那4月23号明天啦会在金基平泽厂就是它的一个半导体核心基地要举行3到4万人的大型罢工所以明天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如果这是等于预罢工了，如果说这个劳资谈判最后破局，然后要准备18天的罢工，这个还影响不大啦，这个去罢工不会停产，因为他们一定是瞧好有些人可以休息1天有些在工厂呢，他们不会罢工，那这个可能就会工厂可能会停工，那他们工会的领导威胁，如果不答应他们条件，三星可能会损失20兆到30兆的韩元单位很重要，韩元那也很多那所以这个后续的发展也会牵涉到台湾记忆体的走势。所以第一个，明天可能会有变动，因为明天罢工，大家一定会关心到底工会拿出来阵仗有没有他们讲的预估3到4万人，到底差多少？是比他多呢，还是少很多？还是什么3000到4000吹4万？马上就会知道。那重点是这个地方5月21到6月7号所以严格来讲，记忆体什么时候发动，一定在这个时间之前，5月21号之前除非中间他们协商好了，当然也有可能协商好，那协商好只是额外的利多不见了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多啦。那三星以前有罢工过，在2024年7月有25天25天，那这次规模大3倍，比以前大3倍所以它是一个对记忆体的一个价钱、现货契约、合约价的价钱，还有供需，它是一个大事件。那工会要什么那个调薪多放1天，然后分红要15%，这个太高了啦，这这15%是 IC 设计的水准那海力士也才10%，那这个是喊价，让所谓的公司去还价了。然后另外这个可能到最后，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胜利了就是他们的绩效奖金不能高过他们的本薪50%了到50就停了。那他们要把这个取消，因为在去年海力士分的钱比三星多很多，他们三星的一个员工就不高兴了嘛所以整体是这样子啦。那这种喊价就是瞒天要价嘛，就地还钱嘛。那我觉得真正的一个锁定的标准就这2个数字啦，就是有没有所谓的上限就是奖金到50%这个关卡要不要取消？那我觉得会取消了。那这个应该不会那么高啦，就大概是这样子啦。那所以现在明天他们先示威嘛，搞个号称3到4万人大罢工，然后呢5月21如果中间谈不拢，他们就要真正展开真正的大罢工，而那个18天的大罢工就会影响到记忆体的一个走势。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消息面，因为它出来的时间很早。那在4月记忆体的价格走势怎么样这个我是叫 AI 去整理聚亨网跟那个集邦的报价了出来的数字是这样。简单来讲跟我上次讲的差不多啦模组真的有跌啦，然后 DDR5 跌的比较多啦那 DDR4 目前还是比 DDR5 贵啦，这种供需不均衡的情况到目前还没解除，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DDR4 跟 DDR5 的供需状况没有调整，就是说我现在照道理 DDR5 一定比较贵嘛，因为 DDR5 是比较先进的所谓的规格嘛，可是因为 DDR4 的需求比较缺嘛，所以出现价格的倒挂嘛价格的倒挂嘛。那这个价格倒挂如果还没反正就真正代表整个记忆体的缺货
还没有解除因为他们要调整产能需要一点时间啦。DDR4 因为它是一个普遍认为是短期的现象，很多他们也不愿意去把现有的产能又调回 DDR4， 因为 DDR4 跟 DDR5 整个的一个制程是有差异的因为牵涉到它规格里面有一些什么纠错机制啊，有多了一些所谓的零组件应该讲元件，它不是零组件，整个设计上有多了一些纠错的元件。好，那整个来讲情况是这样，所以这两个的价位还没调整之前可以认定记忆体目前的缺货情况没有解除如果真正缺货情况解除了，这个价格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颗粒呢有小幅的下跌这是现货但是幅度不大，就等于说模组。那模组为什么跌比较多？因为第一个之前乱喊，尤其是中国那边乱喊一通喊得太高就跌下来。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太贵了嘛模组其实模组的用途就是消费者或者是你基体厂我觉得我的DRAM不够用，我觉得我的 SSD 不够用，我再多买回来插嘛。那你一下子给我涨5倍、7倍、10倍不买了啦。现在就遇到消费者的抗性所以原先做太多，可能他就降价卖降价卖，情况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些的报价都是现货，现货实际上占整个记忆体的产业才 5%所以其实你把眼光放在这里其实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说一直跌，那一定会影响到所谓的合约价。那目前这个现货价尤其是颗粒没什么变动的话，那合约价目前还是比较偏向于上涨所以价格走势没有明显的松动，只有在模组。但是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模组厂反而比较强连续1只、2只、3只、4只嘛。现在宇瞻是整个记忆体最强嘛，连续4只涨停板创新高嘛，目前也只有这一档创新高。那最主要应该讲说他们在反映第一季的获利嘛，你也知道宇瞻的获利刚才你看到嘛 14.54 嘛，对不对 14.54 嘛，那有人愿意拉就往上冲嘛虽然这个地方反而先减码，因为大家都在跌就减码后来不对又加码加回来这是宇瞻。那实权呢就是被宇瞻顶上去，因为实权赚的比宇瞻多嘛。你看到刚才的数字，宇瞻大象老师估14家，实权估18家嘛那宇瞻都创新高了，都价格都要穿越了，所以这只就最近2天被顶上来这只2天被顶上来，那情况是大概是这样子啦。那现在就很有趣模组厂因为他们可能部分黑手知道报表公布以后这数字因为特别好看，颗粒厂跟模组厂可能有些人搞不清楚，颗粒厂就是我生产颗粒然后卖给模组厂，模组厂就把它做成一条一条可能一条有8颗，2G 乘8就是16G， 8颗然后弄成一条，然后你拿回去插在你的电脑上。那模组因为针对消费者所以他们可能会喊得比较高就看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到哪里，就一路往上喊，那喊不动他们就会降价。所以真正来讲，模组厂他们的获利是第一季最好，接下来就越来越没那么好。那整年是很不错的，可是因为它随着成本，他们拿颗粒成本的降低，它的一个中间的利差就会缩小。那现在就看他们的动机反映未来不好，还是反映第一季很好。那目前看起来是反映第一季很好就是这个就是看作者怎么想，他要不要做嘛，他敢不敢做嘛。其实很多人都误以为什么基本面最重要，我告诉你，金融市场既然是金融市场，钱多最重要，胆子最重要，有人敢拉就会有人敢跟那情况我跟你讲清楚，你要知道这个拉完以后一定会下来。为什么？因为后面它的获利可能就没有第一季好了，那第一季是一整年最好的时候，那既然有人决定要做，整个会带上去。那颗粒呢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那所以整体来讲就形成模组往上冲，然后呢，华邦、万宏还有所谓的南亚科这几只不大会动的情况。但是呢，我是觉得啦，记忆体既然这个结构变成现在这副模样那么你如果要做模组，现在可以逢低做买进你如果喜欢做颗粒厂因为你觉得颗粒厂越来越好，你要做越来越好的嘛长线保护短线，那等模组厂拉回，你利用那个拉回下杀的情况，刚好是你进货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要了解哪几档股票大户已经吃货了，就知道哪几档真正发生急杀的时候可以逢低做承接。好，那最后回到大盘先看大盘之前，我们先看看电脑。那目前盘中盘跌4点，等于没有动了。那今天就有点涨跌互见了虽然今天大盘还是涨273点走势还是不错的，但是指标股涨跌互见了。那联发科涨停板，那今天老 AI 去拉什么？拉鸿海，就广达反而下跌。鸿海今天涨4、5%，涨很多。那国巨下跌大立光下跌。那所以光学股跟被动元件，我是觉得接下来再创高因为这几天整理的时间稍微有点久就强度没有那么强，所以接下来如果再拉一波创高的时候，就可以逢高慢慢做减码那目前看起来还是 PCB 族群更强，不管是 CCL 的台光电像我们的茂联啦台耀现在今天也是大涨，然后呢，或者是新兴载板，新兴也不下来现在700多块了700多块了，那一路往上涨，到目前今年已经在涨8倍了，涨8倍了。那日月光也是很强，日月光虽然今天拉回，但是你看这个走势，日期调一下，时间调一下，这应该是周线。好，在线上嘛，几乎每天都涨一点，涨一点，就今天回档，今天回档还是红棒，就开小低，然后拉高红棒，所以整体的走势是一路垫上去的。那整个月昨天有看过嘛，日月光大概涨4成。好，我们再回头看国巨，国巨感觉就是没那么强之前也没有长红，它只是创新高以后，当然老师觉得可以做，事实上也有涨。但是攻到336以后就开始横盘，就等于这1、2、3、4、5、6天的时间都变横盘这个走势就感觉差那么意思。所以下个阶段这整理完整理完我觉得还是会涨没有看坏了。可是因为整体这个架势这个所谓的上涨力道并不算太强，所以接下来若在往上做拉抬的时候再让它涨个几天，你就可以开始做获利了结这就是我们对整体的看法。那回到大盘的话那同样因为指标股开始做震荡，当然老师昨天说指标股还很好，还有高点，那今天已经攻到最高，已经攻到38000了嘛。那38000、37000做了震荡，38000应该也会做震荡，所以接下来建议从这个地方不要再加码，不要再加码大家老师不像很多分析师，反正为了要让你进来就叫你买啊4万、3万9然后4万等真的到4万，他又给你喊4万5就是希望你进来。大家老师做节目凭良心，我觉得到这个地方不要再加码，但是你可以选股，可以换股因为成交量在这里，即使接下来指数有拉回，还是有很多股票会上涨最近不用太怕指数，但是同样指数是控制你的资金不能再加码了，因为在整段来讲，这里怎么算都是算指数高档区这就是我看法，跟各位做分享。那么另外低价股越来越多昨天是8档嘛，今天9档，今天只有1档鸿海高于所谓的8档嘛，8档忘记算8档，跟昨天一样是8档那8档10档里面10档里面有2档在100块以上
剩下8档都在100块以下，这个就是趋势了啊。那从这里来看，这个盘势也还不是很差，这里面只有台玻还有友达、群创做拉回，那只有台玻跌比较多，友达、群创也还好。那涨的你看有 9%、4%、4%、5% 的整体这个架构以全指股来讲，全指股没有那么强，但是以大成交量来讲，大成交量的股票比较强，意思告诉你，这个代表股票好不好做，另外一边代表指数接下来会有多少信号，所以指数可能没有太多高点因为台积电最近也不强，那么可是股票还是有很多操作的空间，你只要控制好你的资金层数就好。那最重要的，还没来拿这2份资料的，少赖通关密语 GT， 大家老师有感觉接下来行情记体你要赚钱，记体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那少来进来，通关密语 GT 就可以拿到哪2档股票大获吃很多。那今天谢谢各位投资朋友收看，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人在善导寺，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同学，你现在耳机里听什么歌啊？我在听这个订阅理财周刊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太有 sense 了吧！拜拜。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